各位交易员，大家好。本周美股可谓跌宕起伏，最终标普指数周收跌 3.1%，MaxM 下跌 4%。在这些喜忧参半的经济数据以及反复变化的关税政策背景下，我们将从技术面和经济面两个角度来分析美股的警报是否已经暂时解除。本周美联储小喇叭 Nick 对理事会成员 Chris Waller 进行了一次专访，这次专访的内容非常精彩，包括了美联储内部的协调机制、美联储对关税和通胀的判断方法，以及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和解读方式。通过深入解读这段专访，能够让我们从美联储官员的视角来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的状况和未来美联储政策的方向选择，同时识别市场众多情绪和噪音。最后，我们还将讨论英伟达的近期表现。尽管当前英伟达的市盈率和估值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本周还是下跌了 9.8%， 表现非常疲软。市场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各位交易员，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周五收盘后，恐慌指数依然处于极度恐慌状态，但从图表上可以明显看出，目前的情绪虽然极度恐慌，但随时可能出现反转。从前几次的调整恐慌指数来看，基本都处于这个区间，因此可以大概率判断美股短期内可能已经见底。恐慌指数状态一个分项值得注意，就是垃圾债的需求。当前垃圾债的需求仍然处于低位，这表明从债券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债券交易者对美国的经济信心依然比较强。另外，从垃圾债溢价的水平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尽管近期溢价小幅上升，但垃圾债的溢价仍停留在去年3季度以来的低位，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上升。本周以来引发市场下跌的几个事件当中，首先是 GDP 闹的数据被大幅下修至负 2.8%，但这个情况显然可以被定性为暂时性的。一方面，川普的关税政策导致供货商在加征关税前抢先囤货，造成进口数据的激增。另一方面，美国近期从瑞士大量进口了黄金，这与2月份的黄金逼空事件有关，也是进口数据飙升的原因之一。目前，伦交所和纽交所的黄金价差已基本抹平，因此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因素对 GDP 的冲击定性为暂时性的。当进口转化为库存以后，未来的 GDP 反而可能因为库存的增加有所上升。另一个引发市场下跌的重要因素是小非农的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另外，安德旺团队在这之前发布了大非农数据，预测均大幅低于预期，但最终大非农数据仅小幅低于预期。挑战者裁员指数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压力，挑战者裁员指数目前已经接近疫情期间的情况。但从服务业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的经济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健康和稳定的状态。ISM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依然稳定维持在扩张区间。美国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家，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 80%。只要服务业的生产、工资和就业保持稳定，美国的经济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因此，服务业指数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又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使得美股没有进一步快速下跌。本周次然标普500收跌 3.1%， 最低点处于前期的重要支撑位 5666 点。从期权来看，5700点以下被视为美股可能进一步下跌的分水岭，但幸运的是，周五收盘点位仍然在5700点以上。但是我们要注意，上升反弹的空间看上去也比较有限，在5800点和5850点分别存在两档较为重要的期权阻力位，因此已经进场参与反弹的交易员需要保持谨慎，并及时做好反弹止盈的准备。从历史角度来看，标普500滚轮调整从最高点到目前的最低点，跌幅约为 7%， 这种跌幅在历史上甚至算不上大的调整。回顾2022年开启的本轮美股上涨周期，曾经出现过3次约 10% 左右的调整，因此这种调整幅度即使在大牛市期间的2年也并不罕见。结合目前的看涨和看跌期权比例数据来看，看跌期权的交易量仍然处于高位，这表明短期内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恐慌，因此短期内可能出现反弹。但从中期技术指标来看，交易员仍然要保持谨慎，关注市场进一步的走势变化。周五的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么下一个支撑位大概在5520点左右。如果你觉得以上对市场的未来展望和市场策略解读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通知小铃铛，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深度财经分析。接下来我们深入解读一下 Nick 对 Waller 的专访。这次专访中
沃勒提到了一些平时鲍威尔不太可能公开讨论的重要观点，尤其是美联储观察美国经济和市场的视角，以及美联储可以接受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的数据范围。首先，沃勒澄清了一个关键点：美联储官员每一次讲话在正式发表之前，都会先提交鲍威尔审阅。诚然，官员们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鲍威尔会提供一些修改意见，以避免发言引起市场恐慌或困惑。另外，关于关税的看法，沃勒的观点非常明确且量化。他提到，之前川普1.0摆的关税仅为10%左右，当时处于低通胀的环境，这种关税水平可以通过供应链的让利和汇率的波动起到缓冲作用，因此10%的关税对于通胀的影响非常微小，仅为0.3%到0.5%。然而，沃勒也承认，如果关税提高到25%，情况将完全不同。4月份，如果川普政府真的将关税提高到25%，这种幅度的关税不可能完全通过供应链和汇率吸收掉。供应链上下游每个节点能够吸收2%到3%的成本已经是极限，因此25%的关税在当前通胀偏高的状态下，必然会往消费者头上进行转嫁，对通胀的影响将会显著增加。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影响不能用之前10%关税的线性思路去外推。因为不同关税税率对通胀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10%的关税情况下，大部分通胀压力被供应链和汇率吸收，但在25%的关税下，这种吸收能力将大幅下降。假设10%到15%的关税最终需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么对通胀的影响将会显著加大。这可能会导致两种场景的出现：一种是价格转嫁能力强的企业，主要是科技巨头和垄断性行业，能将部分成本转交给消费者。而转嫁能力弱的企业，则只能通过降低自身盈利来消化上游产品涨价的压力。这些情况一方面会推升通胀，另一方面会导致服务业、零售业、汽车制造业等成本转嫁能力弱的企业盈利下降，这也是目前市场最担忧的问题之一。鲍威尔在周五的讲话中也表示，由于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需要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我在此次采访中也明确地指出，拜登任期内，由于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非农就业数据看来非常的火爆，每次就业新增人数都达到15万，甚至是20万、25万。然而，从美联储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在移民大幅增加之前，每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通常在8万到10万之间波动，偶尔会出现低于8万或高于10万的偏差。因此，如果未来非农就业数据回到8万到10万人的区间进行波动，美联储将会认为这是回到移民大幅增加之前的一个正常状态，这也为我们观察未来非农就业数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对于一些偏主观的数据，沃勒在采访中也明确表达了态度。他指出，这些软数据是受访者可以随意回答，而且无需承担任何后果。沃勒表示，他完全不看这些数据。他强调，美联储只关注非农 PCE 等重要的硬数据。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美联储对当前经济状态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在网上疯传的这张图，它对比了川普 1.0 和川普 2.0 时期股市的走势。从图上看，美股的调整似乎已经接近尾声，但最大变量在于25%的关税是否会长期执行。如果长期执行25%的关税，那么调整就还没有结束。如果25%的关税只是一个基线施压的手段，那么美股此轮调整基本上已经快结束了。另外，从年化中位数的美国雇员收入来看，目前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根据沃勒的表态，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状态被美联储认为是处于一个黄金时期，既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因此美联储对劳动力市场并不担忧，认为没有明显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下周即将公布的 CPI 数据，由于前2个月的气温偏低和禽流感等暂时性因素， CPI 可能会有短暂的上升现象。这种上升在去年1季度也曾出现过，在美联储的视角中，这种上升只是短期的现象。此外，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事件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和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这2件事都值得重点关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重点在于 QT 何时缩减完毕的表述，至于降息是2次还是3次，我们认为并不重要，因为短息利率的波动对10年期美债的影响并不显著。10年期美债的走势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债融资的总量。对于日本央行，需要关注其是否采取偏鸽的政策，因为日本可能会被川普列入加征关税的名单，而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汽车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日本央行在1月份已经
进行过利率的调整，3月份大概率会按兵不动。需要关注的是，日本央行对于关税是怎么理解，会不会在6月采取行动。最后，我们聊一下英伟达。英伟达财报公布后，股价经历了一轮大跌，目前在$100到$110这个支撑位得到了支撑。从对英伟达未来一段时间的盈利情况来看，销售增速仍然保持在50%以上，直到2027年才会降到50%以下。目前英伟达的 PE 和 PEG ratio 对于这样一家高增长的公司来说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英伟达最近的股价表现非常的疲软，甚至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的一条新闻，新加坡政府正在调查进口到新加坡的英伟达 GPU 异常增长的情况，而且已经开始抓人了。根据现有的数据，新加坡的出口营收占英伟达2025财年的18%，但留在新加坡本地的 GPU 只有不到2%，这就意味着超过16%的产品流向了其他地区。如果这超过16%的部分被美国政府盯上并实施严格管控，那么英伟达短期内可能损失1/6的营收，这将对英伟达的股价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按照当前的英伟达的市值计算，如果 GPU 板块损失16%的营收，可能造成股价进一步下跌5%到8%。当然，这种影响还取决于其他市场因素以及英伟达如何调整供应链策略和产品结构。部分分析师认为，英伟达可能通过拓展其他市场来部分抵消新加坡监管带来的负面效应。与其他 Max7 股票相比，英伟达在营收增长和市场预期方面具备较大的优势，但同时面临着国际市场和出口政策的风险。尽管从长期来看，这部分营收会通过调整供应链策略和产品结构恢复，但短期的政策风险就是目前市场不敢轻易大举买入英伟达的重要原因。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并分享给您周围关心市场动态的朋友，我们将会持续更新市场的分析和解读，帮助你在当前动荡的市场环境当中做出明智的决策。